个人在玩僵尸毁灭工程4.2版本养殖功能的一些经验，因为目前的版本还是不稳定的测试版，有一些功能尚未做完，也没有详细的参考资料，所以如果讲的不对的地方，还请大家多多指出。好，那么在僵尸毁灭工程最新的4.2版本中，可以通过饲养家畜这些动物来给我们提供一些肉、蛋、奶、皮革等食材和原料。但是有不少的朋友不是很了解这个家畜的饲养功能，以及到底有多少可以饲养的家畜和家禽呢？在游戏里，跟饲养和狩猎相关的动物总共有9种，分别是兔子、浣熊、火鸡、鸡、牛、猪、羊、老鼠和鹿。每种动物都有雌、雄还有幼崽。动物也不是只有一个品种，比如说牛，它有安格斯、西门塔尔和斯坦3个品种，这些品种可以影响到动物交配后生产幼崽的品种。动物也是有属性的，查看动物的信息可以看到动物有性别、品种、年龄、健康、外观、重量、情绪等这些属性。但是目前4.2不稳定测试版未把所有的动物都做好，比如说浣熊，无法查看其详细信息，查看便会报错。还有一些属性和功能尚未做完，这里也无法给大家讲解和介绍，等后续完善之后再给大家补充。一般常见的饲养动物，比如说猪、牛、鸡、羊，我们都可以在地图的一些农场可以找到它们。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在城市里无法遇到，需要自己去树林里寻找，目前尚不知能否饲养，得等待后续更新。遇到这些动物之后，便可以右键抱起这些动物。但是如果牛太重的话，超出负重上限是抱不起来的，这样的话只能找到绳子，点击捆绑，然后牵走。所有的动物你都可以牵着走。并且一次可以牵好几个，当然你得有足够多的绳子。如果你跟动物的距离太长的话，则会失去对动物的控制，它们就不会跟随你。饲养动物必须得划分饲养范围，点击左边这个小羊的按钮，然后呢再点击添加区域，按住左键拖动便可以划分一个饲养区域。不过建议最好是造一圈栅栏，这样可以把动物圈养在里面，它们是不会逃跑的。然后你再划分不同动物的饲养范围，比如牛棚、羊圈、猪圈、鸡圈等等，可以分开饲养，也可以圈养到一起。另外，动物也有一个习性，比如雄性的鸡会攻击同一物种的其他雄性，这是游戏模仿现实中物种的繁衍竞争，所以在规划动物圈养的范围时候呢，需要特别注意控制性别的数量。另外，饲养动物需要食槽和鸡舍，我们可以自己建造，也可以从农场里搬运，当然鸡舍是只能自己建造的。通过左边这个建造菜单，在农业的选项里可以找到，饲养动物至少得准备2个食槽，一个放水，一个放食物。养鸡的话还得准备一个鸡舍，鸡舍可以保护鸡以及搜集鸡蛋。饲养食物方面，首先动物的幼崽除了鸡它都是哺乳动物，那么幼崽必须得跟着雌性动物，幼崽是靠母乳喂养，只要喂养好雌性，直到幼崽成年断奶。成年的猪、羊、牛可以吃干草、草、蔬菜、水果以及动物饲料。鸡多一个种子和坚果，种子就是你能找到用于种植的这个种子包，打开就是种子。坚果比如瓜子、花生，这些都属于坚果。最简单的获得草料的方法就是你看到外面这些草了吗？右键点击清理杂草，清理完之后身上便可以获得草料草堆，然后将这些饲料放到食槽里即可，动物饿了会自己去吃。水很简单，任何一个饮水容器灌满水，右键给水槽添加水即可。如果你在饲养动物比较多的情况下，实在懒得一个一个去把动物聚集到一起，那么可以在身上带着草料，随便点击一个动物，选择诱饵，便可以让动物聚集过来，不至于一个一个把动物扛到一个固定地点，太麻烦了。我个人游玩4.2版饲养动物方面的一些心得，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饲养动物。后面等着版本稳定了，一些 bug 和错误修复了，我会出更细致、更全面的科普视频。